各位有冇聽過 Uber 呢？甚至有冇用過佢嘅服務呢？你有冇諗過呢個新興產業喺香港竟然係犯法嘅呢？今日就嚟睇一睇 Uber 嘅爭議啦。大家好，運吉台長啊 ！Uber 係一間提供租車嘅服務公司，主要業務就係提供一個平台，但有需要嘅乘客可以揾到司機去共乘，又叫呢個分享型經濟或者係共享經濟。不過亞洲地區咧，部分嘅地方咧，包括香港，有標籤佢為犯法喎。點解係咁呢？今日前半部咧，先嚟睇一睇 Uber 呢間公司嘅營運方針同埋手法，後面再分析點解會出現違法嘅問題，同埋應該點樣解決啦。Uber 就喺2009年成立，並於2010年喺美國三藩市推出服務。咁當時嘅營運模式就比較似集團式嘅的士，由公司派車同埋司機去服務，就唔係共享經濟嘅模式。咁搭車嘅收費比較高，因為車隊比較優秀，咁司機感覺更加專業，所以服務更加多係中高產人士。喺2012年呢，先出現一啲好似而家定義嘅非的士嘅共乘服務。並於2014年以優步呢個名進軍中國，同埋喺稍後喺香港推出服務。咁而家 Uber 喺美國有接近70%嘅市佔率，亦都喺世界各地大部分嘅地區都有服務。咁佢哋雖然主張住共享經濟概念，不過佢係咪一個共享服務呢？喺我哋嘅角度 ，Uber 係一個共享經濟，將閒置冇用嘅嘢攞出嚟，以免費或者收費嘅方式租借俾其他人。不過實際上佢係咪又係咁呢？咁如果喺共乘嘅狀態，就係車主將架車入邊冇用嘅空間分俾其他乘客，等車上嘅空間可以盡用，咁就係共享經濟嘅概念啦。或者喺平日或者假日架車冇用嘅時候，將架車租借出去俾其他人用，亦都係一個共享經濟。不過而家我哋 Uber 概念主要係車主將架車揸出嚟載其他客人。咁雖然亦都係將本來放喺度嘅車攞出嚟接乘客，不過概念上就更加似的士。咁所以如果話要佢係共享經濟呢，咁就要先假設的士本身都係共享經濟啦。至少比的士好嘅係的士呢架車係專攞嚟載客嘅 ，Uber 就係本身自用嘅，咁喺自用時間以外再攞出嚟用嘅。咁之前講過共享單車就係本末倒置嘅例子，由閒置嘅單車變成專門俾借用嘅車。咁所以如果要比較呢 ，Uber 都係比共享單車更加接近共享經濟嘅。咁 Uber 係咪共享經濟呢？其實只係一個小小嘅爭議啫。咁佢嘅推出呢係有更加大嘅爭議嘅。雖然 Uber 網絡係鼓勵共乘嘅概念，不過佢只係其中一個服務，就叫 Express Pool。上大家提喺美國嘅道路呢，係有一條 HOV 線呢，就係俾多過一個人喺架車入邊嘅車專用嘅。咁所以呢個 Express Pool 就可以受歡迎啦，因為佢哋就可以咁樣行呢條 HOV 線。咁至於香港用呢，就只係更加類似的士嘅，有人 call 車就有車載客，就唔係順路嘅動乘。咁所以就亦都更加引起的士嘅反對啦。Uber 最大嘅爭議就喺的士嘅問題上啦。咁當出現咗唔需要另外考牌 Uber 出現咗呢，預約制度啦，同埋更加舒服嘅搭車環境，令到唔少人轉頭去搭 Uber 就唔係搭的士啊。咁就影響到的士司機嘅生計。咁因此咧，最多反對聲浪就由司機而嚟嘅，就驚影響到佢哋自己生計啊。不過 Uber 咧，其實有更加大嘅問題，係大到喺香港營運係非法㗎。喺2015年有幾個 Uber 司機被捕，佢嘅原因就係非法載客取酬啦，同埋冇第三者保險。咁 Uber 公司亦都被指非法營運車輛。根據第374章《道路交通條例》第6部52條，車輛使用嘅限制第3段，任何人唔可以揸車作取酬載客，除非有適當嘅牌照。咁所以普通私家車咧，其實係唔可以收費載客，好似的士咁嘅。咁另外因為白牌車本身唔受第三者責任保險保障，乘客就可能撞車嘅時候就冇保障冇賠償啦。咁雖然 Uber 官方就話已經為所有行程購買保險，不過保險問題仍然係一個關注點。不過其實 Uber 唔止喺香港有犯法嫌疑，其實喺世界唔同嘅地方都有類似嘅爭議嘅。先睇下中國 ，Uber 喺中國咧係少數比較合法嘅地區。不過咧已經被滴滴出行收購咗一個中國嘅本土品牌，一如以往啦。咁2014年咧 ，Uber 仲係非法經營嘅，咁後尾佢就修法，就只要佢哋承認自己係運輸業，就唔係平台供應商咧，就可以營運啦。咁至於其他國家又點呢？台灣亦都係因為法例嘅問題同埋用科技業就唔係運輸業嘅登記咧，就被人查封。後尾咧就改做同唔同嘅合法租車公司去合作營運，先至成功繼續去做啊。咁香港亦都改做 Uber Taxi 嘅名義，就同本地嘅的士合作營運。咁最近台灣咧就要改用呢個的士牌先可以上路營運。咁澳門情況亦都相近。
咁可見其實亞洲地區咧對 Uber 都唔係好受歡迎，不過市民咧就大多數都支持 Uber 嘅。咁另外喺歐洲啦、澳洲啦，亦都有好多唔少呢啲嘅阻礙。咁所以咧，其實只要得美國先有幾個州份係合法營運嘅啫。咁喺大多數地區咧，都見到市民好支持 Uber 繼續營運，主要嘅原因咧就係服務質素。香港同澳門嘅的士服務啊都好一般啦，澳門的士甚至係出名違規嘅，的士司機態度惡劣啦、拒載啦或者濫收車資嘅事件成日都發生，令到港人同埋澳門人對的士呢樣嘢敬而遠之。當有 Uber 服務之後啊，就因為佢係可靠服務而吸引咗市民改用 Uber 就唔係搭的士。咁所以亦都好多市民都會支持 Uber 嘅營運，咁就可以藉此咧就少啲去用的士，或者同的士嗰邊施壓，等佢哋有改善空間。咁另一方面咧 ，Uber 司機本身原意就係喺佢得閒嘅日子咧就出嚟載客啦，賺下外快，藉此亦都可以將啲吉咗嘅車就攞出嚟減少浪費，或者順路嘅時候載客就減少佢自己郵費負擔。所以呢個平台咧可以話係雙贏方案啊，等雙方都係得益。咁至於而家 Uber Taxi 方案咧，雖然 Uber 可以喺香港繼續營運，但係呢個方案咧係用的士嚟載客，變相冇咗 Uber 創造出嚟嘅好處，又出現咗 Uber 要預約而唔係隨手就可以截車嘅麻煩啦，又延續本身的士咁多嘅問題，咁就係將兩者嘅缺點合埋一齊，咁所以呢個系統咧就同外界嘅預約的士係冇乜分別嘅。咁如果想善用 Uber 創造嘅新概念咧，唯一方法就只有政府願意修法，幫助推進 Uber 嘅發展，又可以更加快引入創新科技，打造智慧城市，同時引入競爭啦，促進的士業界改善佢一直令人嗤之以鼻嘅服務。不過礙於呢個的士業界反對咧，相信一段時間香港都冇辦法合法營運 Uber 噶啦。咁最後就想問下各位，你覺得政府應該對 Uber 持咩態度呢？ A 係支持啊，為香港入更加多嘅競爭，同時支持創新科技。B 係唔支持啊，應該係考慮咗現有業界嘅意見，再避免同的士司機出現矛盾。C 係中立啊，反正我冇 say。C 係中立啊，其實的士同 Uber 都太貴，我平時都唔會用嘅。咁 D 係其他意見啦，歡迎留言同其他觀眾一齊討論啦。咁中意嘅可以撳個讚啦，仲有訂閱啦，同埋分享俾其他人。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Uber Taxi 簡稱劃時，骨灰級觀眾應該會明我講啲咩係劃時代嘅嘢嘅。